各位小伙伴和我们闲谈的听友们，大家好。我们今天要讨论的这个主题呢是原生家庭。当然，原生家庭这个话题呢本身是比较大的一个话题。我们今天也随意聊一聊，看看大家在原生家庭这个方面自己的一些体验，然后自己所遇到的一些问题，或者说我们自己怎么去解决的这样的一个关于原生家庭的话题。首先第一个环节呢，就是做一个简单的自我介绍。艾玛姐先开始吧。大家好，我是艾玛，我是一个互联网从业者，然后大家也可以叫我小爱。大家好，我是熊赳赳。我刚刚给我们家的猫猫铲完屎现在浑身神清气爽。Hello，大家好，我叫环球。好的，那我们进入今天的主题，就是关于原生家庭这个命题。我想请各位先简单的介绍一下自己的这个家庭的背景，以及在这个家庭环境下，你个人的一个成长的经历是什么样子的？我们家庭的人员的结构其实是一个比较吉祥的数字吧，六。爸爸妈妈，我弟弟妹妹，我觉得我们家算是大部分人都会比较向往。其中尤其有一条特别的受身边的那个朋友的嫉妒，就是我们家到现在为止，每个人过年都还会有压岁钱。独生子女家庭可以说是在溺爱中长大的吧，在城市里长大，在家附近读小学、中学、高中，去到了外省读大学，和爸爸妈妈属于偶尔异地生活，偶尔同住在一起的情况。我们家也跟艾玛差不多，是爸爸妈妈加我。现在的爸爸妈妈加我家猫，祥和的4口。小时候也是跟艾玛一样，在家附近上小学、初中、高中，去了外地上大学，自己一个人去北京工作了大概10几年。现在回到了家里，带着我的猫和爸爸妈妈现在生活在一起。我挺满足于现在的这个状态，有一种重归童年。有的人说用童年治愈一生，后有的人说是用一生治愈童年。我很幸运，我拥有2个童年。谢谢大家。简单介绍一下我的家庭。我们家是4口人，爸爸妈妈还有一个兄长。我们家是农村的，很幸运的是他们2个都识字，所以在读书方面家里选择会不遗余力的让我能读多少就读多少，也没有受到过多的关于男女性别的差异对待。我也是生在计划生育那个年代，我就是那个需要花钱买回来的那一只。据我家里人跟我说的是，我的花费是250，我的家庭大概就是这个样子，还是比较和谐的。下一个话题就是你的家庭这样一个环境对于你来说它的影响到底是什么，不管你的人生选择还是你未来的规划。我觉得对我的选择来说，可能我的压力就没有那么大吧，无论是说我自己生活上面，还是说父母照顾，都没有什么特别大的压力，毕竟有其他的人去帮你承担。从小我们家给我的感受就是自己的事情自己做自己解决。很小的时候，那会儿可能爸妈会开玩笑说，结婚这件事情家里啥也出不了，就算要摆酒席呢，也顶多能出点米饭钱。就像这种言论，就是时不时的就会被提及。还有一件事情就是关于读书和学习这样的一件事情，家里人那么多吧，就谁放学回家都会抓紧写作业。在读书这件事情上，我爸妈他秉承的原则就是，只要你能够愿意读，你能够往上读，家里就会一直供着你往上读。我们家就是自主性会比较强，也会比较随意，基本上爸妈不太会管。这种潜意识会让你觉得我要靠自己去努力这样的一件事情。对我未来的规划和想法，我觉得就是这种家庭氛围会去影响，说我会去想象我未来的生活，不会有明显的女强男弱、男强女弱，就是大家都生活往前过，把这个日子安排好。我未来可能也会去经营这种家庭氛围，会让我觉得其实还是挺有一些幸福。当下呢，也不会有一些特别的压力在照顾父母这一块啊。这就是环球家兄弟姐妹多的这个好处就凸显出来了。好吧，那我们下一位艾玛姐。我是这样子的，因为我父亲和母亲他们的兄弟姐妹其实都是有好几个孩子的，在我父母他们自己看来，对只有一个孩子这件事情，其实可能是有一点不满足，但是当时的情况只能是这个样子，他们就把全部的爱
和资源都花费在我身上，所以我其实是在一个又充满爱又充满了宽容，但是又背负着很重的期望的这样一个环境中长大。我从小就除了有自己心中的一个目标以外，最大的努力的动力就是不可以辜负掉我所享受的这些资源，自己有好胜心，同时又朝着很多人共同努力的目标去奔跑的那样一个状态，直到毕业了，工作了，成家了，然后好像没有什么再更大的共同目标去努力的时候，忽然就陷入到了一种无目标的生活状态里。这个时候我就开始思考自己独立的人生的意义了。但是我父母还是处在一种没有办法跟我割舍开生活状态的这样一个想法中。我也是学了一个词，但是我也不是很懂那个词是什么意思，所以想拿出来和大家一起讨论一下，叫分离焦虑。这可能在很多上学的儿童和他的父母之间就已经完成这样一个仪式了，但我感觉我好像到现在还没有完成这样一个仪式。即便我已经在异地学习和工作了这么多年，我父母对我还是非常的不放心，所以我心里现在反而有了一种焦虑，是他们怎么才能对我产生这种放手放心的感觉。这是我目前遇到的一个挑战吧。好的，那我们下一位熊啾啾。我的家庭状态我觉得还挺自在的，不知道为什么从我13岁之后，我再也没有觉得我的年纪有增长，我现在始终都感觉自己是13岁。如果只是一个孩子的家庭，可能这个孩子受到了过多的关注和过多的期望，确实很有压力，我也能感受到。在出社会之后很想证明自己，包括把这种想证明自己的状态带到很多场景，比如说和朋友的交往和工作中。我印象特别深刻，就是杜鹃曾经说过一句话，你可以休息一下，你不用关注这个现在在场的每个人的状况，感觉你一直在问这个问那个，试图活络气氛，其实没关系的。那是第一次有人在朋友的这个场合上面提醒我，我才发现哦，原来我是这样的。我觉得证明自己某种程度上算是一种虚荣，但是它也有好处，这种东西成为你的动力，你总会做出点什么。我现在对这件事情我觉得也能接受，甚至我有一点这个虚荣这件事情我也都是接受的。它让我开始了很多我觉得别人看起来匪夷所思或者觉得很奇怪，比如说我每天跳舞这件事情，我就是觉得忽然在30几岁的年纪，尤其快到40岁的时候，忽然觉得我好想变得好看一点，哪怕是通过美颜，我觉得这很好玩。我爸爸妈妈其实不太喜欢麻烦别人的人，我几乎没有后顾之忧，所以我基本上就是可以想干嘛就干嘛，包括我自己可能想逃避一下也是可以的。我很幸运的就是我有第2次童年，在我30几岁的年纪可以回到我的父母的身边，对于我以前的一些想法和行为，包括父母之间的模式和我之间的这个东西有了一个重新的观察，会有一些全新的思考，我还是挺幸运的。像熊这样还有第2次童年的人也是着实让人羡慕的。我现在就一直很想回老家回父母身边去躺平，最近都经常跟我爸妈灌输我的这个想法。刚才 Emma 提出了一个词叫分离焦虑，我有一个很确切的感受，就是这个仪式我一定是完成了的。我现在的人也好，我的性格也好，都是跟我父母是剥离开的这样的一个状态，非常独立的一个状态。对于 Emma 刚才提出的这个分离焦虑，你有没有完成这个仪式？你在什么情况下或者什么时候完成了这个仪式的？读小学1年级，放学回来，我婶婶跟我说，你妈去你外婆家了。当她说这句话的时候呢，我就非常淡定的把我妈早上买的一大碗豆腐端出来，然后往里面放那个红糖，然后我就在那吃。我在想，既然我妈都走了，那我不能饿着肚子，就是我的关注点完全不会被影响。然后我吃到一半的时候，我妈洗衣服回来了。从我自己自身的经历来说，我觉得应该算是完成了吧。艾玛说到这个词儿的时候，我还特意去查了一下，啥叫分离焦虑？分离焦虑是指婴幼儿因与亲人分离而引起的焦虑不安和不愉快的情绪反应，又称离别焦虑。还特指了一下婴幼儿。为什么现在仿佛成人也会去面临这种情况？我自己其
实对这件事情是有恐惧的，尤其我可能在北京自己生活的这10几年，我自己对自己的判断，我生活的并不好。我现在对这件事情是有了一个全新的感觉，因为今年的夏天的时候，我爸爸妈妈回了老家，我独自一个人带着猫在这边去生活。我虽然10年在北京的时候自己没有意识到生活要去怎样过得好，但是我又回来和父母一起生活的时候，我知道好的生活是什么样的。在经历了一段好的生活之后，父母回到了这个老家，我自己在这边带着猫的时候，我就会觉得说，那我要不要也过那样的生活？所以我尝试着自己去买菜和做饭，然后每天可能去收拾屋子，但是我会觉得，这样的生活我好像还可以，而且我对我自己有一个全新的认知，就是我可以去让自己过一个好的生活，而且我发现我的生活的要求很低，那我不需要那样超高的能力就可以完成。还有一个自己的看法是，中国现在就是很一个发展的状态，我们很多的伙伴来到了大的城市，一旦遇到了这种迁徙的状态，它一定是一个分离，那它自然就会产生这样的一些焦虑，因为面临的一个全新的状况和自己原来生存状态完全不一样。再有我觉得就是这个社会的变化太快了，而且尤其过去的10年给大家带来了，我觉得一方面是机会，还有一方面是不确定，而这种不确定当你安静下来会觉得恐惧和焦虑吧。再有就是我觉得因为变化太快了，离开了原来的城市，过往的关系又断开了，你又没有机会去建立新的更深入的关系，因为这个时代带给大家的痛苦太多，排斥是没有用的，你得接受好的关系或者是这种分离之前的美好是真实存在的。我和父母的这个分离我还是有过焦虑，但是我现在觉得还好，但是我很珍惜现在和父母的这个之间的联系。当然和其他的更多的这种关系如果有分离，我现在也能接受。艾玛说的分离焦虑，我觉得主要是你们从小分离的太少，没有经验。我从小是跟着我奶奶长大的，她会带着我去见各种各样的人。那你刚认识的小伙伴，过段时间可能你就走了。对于我来说，就感觉就是见面分别又见面，这是很自然。可能很多人在你读大学之前就没有出过那个省啊，或者是那个市啊，或者说你就没有重新建立过不同的各种各样的关系啊，反而会觉得会对某一段的关系会特别的去依赖。所以我觉得最主要的原因可能就是小的时候长期稳定在某一段关系当中，对关系的粘性可能要求啊或者亲密会不会就会好一点呢？我可以分享几个故事吧。第一个是我同事，最近呢他们家大儿子提前要上一个预科幼儿园，让小孩子提前适应学校的那种氛围。第一个礼拜他就说他儿子每天都不想去上课，原来是愿意出门的哦，自从开始要去上学，他连出门都拒绝。在理性去跟他交流的时候 OK 我去可以，我接受，一旦到那个事情要发生的时候，就完全就是情绪化，已经严重到第一个礼拜就是连出门都觉得是你一说出门就是要把他送走。到了第2个星期，他到了学校之后有新的小伙伴了，学校也会让家长准备一些小孩子的玩具，然后带去学校。他儿子现在也就上了3周多嘛，现在很适应学校的环境，就是觉得有很多好玩的，准时的催我同事要给他买好这些工具，然后现在上学就没有什么障碍了。第2个案例是我一直关注了一个那个家庭氛围我觉得很好的一个博主，应该是9月份的时候，他儿子要上小学了，看着孩子进了学校之后，老父亲在外面泪流不止。父母对于孩子也会有这样的分离焦虑，我觉得这种焦虑是在于双方的，就是一方面是孩子离开了这个家庭是什么样子，另外一方面是当父母要去脱离孩子的时候，他是什么样的一个状态。第3个案例呢，就是我自己的一个经历，是我从上中学开始就要去镇上开始上学，中学高中直到大学，我直接去了四川，就这种距离上让你产生了一个物理性的开始去隔离。高中大学开始都有食堂，正常有生活费就可以，那你剩下可能自己要做就是洗衣服这种。这个时候我开始从生活层面去跟他们逐步去剥离。自己刚毕业的时候找了一个小房子，因为地方小嘛，刚毕业我也没有太多的事情，我就发现我有一个习惯，就是我喜欢把地上擦的锃亮的。在这之后呢，有一小段时间我爸妈也去合肥找了份工作，然后我们就租在一个房东家，租了2个不同的房间。我就发现我妈经常去我房间踩脏了，就是那个脚印，因为在外面的时间比较长，所以我就发现我跟我妈他们的生活习惯会有一些偏差。
开始出现了。我又离开了他们身边去广州工作的时候，到以后我其实基本上都没有太长的时间跟他们一起生活，所以我就会开始自己去为我自己的这个生活负责，慢慢的从吃外卖变成你自己可以煮个面呢。以前在家里从小到大，包括放假回家，从来都没有经历过做饭呢这种事情。我毕业的时候真的连白面都煮不熟，然后到慢慢的去学习这种生活上的经验。但是站在我爸妈的角度，就是因为知道我在家不做饭，那他就会担心，你在外面能不能吃上饭。那个阶段呢，我就会让他们知道说，我从不会煮面到会煮面，然后从不会管家务到会管家务，我让他们看到我做到了这样的结果。从这种生活化的层面基本上就开始剥离了，这个是生活层面的。另外一个层面就是思想层面的，就是思想层面的剥离，大概是到我毕业第4年的时候才开始真正在思想上去剥离，开始有自己独立的想法。很多时候是把自己放在第一位去思考，你想做什么事情，你要去解决什么问题，然后把父母放在第2位去思考。得有1年左右那样一个痛苦期，在那个阶段，就是你想要跟父母分开的时候，那你自己的这个根到底是什么？在那个阶段，我刚好是在大量阅读的一个阶段，我选择读了大量的儿童教育类的，还有就是自我认知类的，像那个少有人走的路，就是这一系列的，就这2类书籍帮我找到我跟我父母分离的一个很重要的依据。这个过程大概经历了2到3年这样一个时间段，就是我会不断的跟我父母去强调，我们是一个独立的个体，每个人是独立的，然后你的想法、你的选择、你的遗憾，那是你的，你不要把它给到我。我有我自己想要去做的事情，想要去成就的方向，我要选择我自己要走的路。在我自己有了认知之后，我就反向去跟我父母去 push 这种理念。到现在我的父母基本上是能够接受这样的一种理念的。分离焦虑这个过程一定是会有让你痛苦的，父母可能也会伤心，只是我们没有看到。你想跟他剥离的这个过程里面，父母可能也会感受到就是你想弹开的这种状态，我相信他们会有这种感觉。我给自己当时界定的目标是，就是必须要完成分离的这个事情，所以我在焦虑这种情绪上耗费的精力是很少的，但是我在怎么克服分离这个事情上付出的精力是很多的。其实我和我父亲，我觉得还是比较正常的家长和子女的那种关系。从我进幼儿园开始，我可以在没有父母的环境里面，情绪比较稳定的度过8个小时，可以自己去完成暑假里自己可以去解决一顿午饭，自己可以洗衣服啊，就是完成很多生活上独立的事情。从我的整个成长过程中，我父母和我是有很多个机会完成分离，互相心理上剥离的这种挑战的。我觉得在这么多机会里，我和我父亲一直都做得挺好的。我感觉到母亲她好像没有去完成这些挑战。在我父亲眼里，我应该是一个独立的成人了，但是我母亲就觉得我自己吃饭都是问题，都需要他来指导我吃几口，我怎么可能照顾好自己呢？这种焦虑感是让我比较痛苦的，我们的相处就会出现一点摩擦。之所以提到分离焦虑，是因为我感觉到这个东西应该是在我上幼儿园、上小学、上大学之前才有的一种状态，怎么到现在还在延续？其实这个词不是很恰当，但是我把它拿过来形容我现在的一种处境了。从 Helen 的表述里也学到了很多。她说，其实你要不停的去给父母去讲，我们是独立的，并且你要去做一些实际的事情，来证明自己可以照顾好自己。刚才他提到的那本书我也在看，我从14年看到现在了。看了得有4、5遍了，但依然没有做得很好。我觉得可能还是有一些细节我看的不够细，以及我做的不是日常的连贯的，或者是不够落地。所以我现在又把它拿出来再继续看。后来我就想，可能问题还出在我只是自己认识了，自己去行动了，但是呢，没有用影响力去把它影响给家人。确实是需要像Helen 那样去给父母讲，我们应该怎样去认识到双方是独立的，是可以成长的，是怎样的。可能这个就是一个历久弥新的去做的一件事情，就是要慢慢把这个边界感建立起来。
对，原来我们家习惯就是不能懒，这种行为是不可以的。然后呢，必须得早起，必须得吃早饭，这件事情的要求就很高。原来我妈经常挨个催，就她不光催，就你不起来的话，就已经开始就是生气了。然后在今年过年早上起来，她也会煮粥，然后呢粥也不会煮的特别多，她也不会去叫你，里面也会有鸡蛋。对，你起来的时候，我妈就说：“哎呦，你起来了还有点粥。”后起着人就没有粥，她也不管，就开始如果起来了我不想吃那个粥，我那会儿不是坐火车买了一袋那种全麦面包，我的早餐就是可以吃全麦面包，拿瓶牛奶，白鸡蛋嘛，我也可以这么吃。然后我弟起来说：“哎呀，这个一点味道都没有，我炒个面吧。”我妈也没有意见。到今年终于学会了，她按照自己的节奏，然后我们是我们自己的。太好了，太羡慕了。我妈妈她为什么会生气，一定要叫我起床？她觉得我都做了，你不起来，我不白做了吗？你不吃，我不是白付出时间和劳动了吗？你要尊重我的劳动，所以你必须吃。像环球这种，之前我们探讨回家他自己吃全麦面包这个事情，就是因为我们现在的对自己饮食的需要跟父母想给你的是不一样的了。我妈妈她是挺尊重我的，她就告诉我说，你告诉我你想吃什么，我都能给你做出来。问题是我不知道我想吃什么啊。其实我对吃什么也没有要求，我们其实能match到的是，他只要做了我就会吃，但他现在就对这个吃饭的时间有要求，他觉得我做了，你现在吃就是唯一的选项。我给了他很多选项，他说这是唯一的选项。他说3个人的饭我还能炒1盘菜，1个人我没法做。我们因为这个问题都已经博弈了好多年了。我觉得熊熊刚才发的那个也是我现在感受到的，就是妈妈她认为她是后勤部长，所以她管着一切饭点儿。就是过了这个点儿，这个食堂就没饭了。你想吃不可能，我不能让你进我的后厨，后厨是我说了算，你不要动我的东西。他不光是对权力，他对一切他要掌控的东西有非常强烈的这种边界感。他就觉得这一块是属于我的，我做了你不吃，你就是看不起我，你对我的工作不认可。哎，不能让妈妈上纲上线，这个时候很重要，就不能让妈妈上纲上线。他自己会这样去认识这个事情，我们从来没有这样想过，但是他自己就会觉得，你不吃那就是我有问题了，我做的东西怎么可能不好吃呢？好吃你为什么不来吃呢？不理解。那就接受吧，不改变的智慧就是发现这事儿不能改变，那就接受吧，接受了就好了。那我们再看最后一个，在你的这个家庭环境当中，包括家族，我们可以放的更包含你的妈妈系的兄弟姐妹，你爸爸系的兄弟姐妹都可以放在这个范畴里面来看。那有什么样的一些传统或者价值观，你觉得对你来说是有影响的，是重要的？我觉得我的很多好的习惯是我奶奶培养出来的。我觉得社会上主流提供的正直啊、诚实啊，我觉得这属于老一辈的人，他们就会很坚持和认可的一个东西，比较具有家族一些特色的。我记得有一个特别小的一个故事吧，反正大年初一是不能哭，早上起来也不能哭。我奶奶会觉得，看一早上起来就是开开心心的，那一早都哭，会影响什么家里啊、大人啊这些东西。我觉得这算是一个很小的一个故事吧。我们家的传统，我比较能够直观的感受的，在接人待物这一块吧，要有礼貌一点，去别人家做客，坐有坐相，站有站相，这种东西会有一些要求。我觉得家里的最好的一个体现就是吃饭的时候会有一些要求，夹菜呀、怎么拿筷子啊这些东西。我希望我们家应该要有一些所谓的家风，有一些家族的一些传承，一些精神层面的一些东西。这个东西最大的意义在于，相当于你的小孩一出生就已经有那种所谓的武功秘籍了。如果说在小孩很小的时候有一些早睡早起啊、身体啊、阅读啊，就类似于这样的一些东西建立了的话，让这个家族会有一些内核的一些东西，让大家会一些凝聚力，小孩的教育成长会特别特别好。我
感受到的家族里面带到我的生活日常琐碎的一些事情。我从我父母那儿学到的对我影响比较大的一些品质，我父亲来说最大的影响是孝顺。其实我出生后1年，我奶奶就去世了，我从小一直是我父母独立带大的，没有请过保姆，没有双方老人的帮忙。我父亲对我影响比较大的品质是，他除了在工作之余还能把家庭照顾得很好。最突出的品质其实是孝顺，因为我是没有见到他是怎么去孝顺他的老人的，他都是口述告诉我说，我为什么现在这么爱整齐爱干净。我父亲真的是我见过最爱收拾家务的男人，他说这个就是因为家里都是男孩子会比较乱，如果要是都让奶奶去收拾呢，他会太辛苦了，他又腰疼，所以他就从小心疼奶奶，他就承担起了家里大部分的家务的这个工作。因为我奶奶喜欢整齐，他就希望奶奶开心，他去做很多这种事情，包括缝衣服啊、做饭啊，很多这种家庭上面的事情，他现在训练好的这些品质都是基于他愿意去孝顺奶奶，让奶奶开心，对我触动就很大。当你有了孝顺这样一个动力的时候，你就有很强的这种意愿，能够去激发自己的能量，做一些你可能不愿意去做，但其实你能做好的事情。这就像你在工作上，可能你做了一份你并不是那么愿意做的工作，但是你是有能力胜任这份工作的，是一样的。所以我现在很多时候在工作上，我不能说讨厌这份工作，但有时候真的不是很爱，但我一样可以把工作做得很好，对我的影响就非常的直接。我母亲对我的一个影响就是奉献吧，我能感受到她对我的这种爱真的是非常非常的深不可见，无法触及底端的这么一种爱，就是她这个爱实在是太深了。我就发现，如果你能对一个人这样的付出，就真的是基于你有特别特别特别多的爱，这个爱的能量它是挺强大的。所以我就想，其实无论是对自己的孩子，还是对自己的爱人，对自己的父母，对你的朋友们，你如果都能有这么大能量的爱，其实人的能量是很强大的，这是他们两个对我触动最大的2个正向的品质。其实还有2个负向的品质，从我母亲身上学到的最没用的一个品质就是不要虚荣。我母亲是一个相对有一点虚荣心的人，小时候呢接受到她的这个品质的影响，我就觉得什么事情都要体面。长大以后，我感受到自己慢慢的接触到了这里面的一些被动感，所以我现在做事会尽量体面，但是我不接受任何的虚荣，我喜欢真实的。这种虚荣对我来说毫无满足感，这也是对我的一个正向的教育。看到他为了虚荣付出了那么多不必要的付出，我也学到了千万不要去做这样的事情。另外一个负面的，我父亲对我的影响是大气扶持还是什么。我父亲是兄弟4个，他对其他3个兄弟的照拂和帮助，对他自己的婚姻生活还有家庭生活其实带来了很大的负担。无论是我还是我的母亲，有时候都觉得他做的有一点过了，其实是不必要的付出，但是他自己停不下来，因为他心里怀着对奶奶的这种孝顺，觉得我是4个兄弟里相对经济条件比较好的，我如果不去帮助他们，奶奶在世也会不开心的。他其实是背负着一种给自己的过大的期望去做了这些事情，但其实他做这些事情有一点吃力的。所以我也从他的身上学到了一些品质，就是人还是要量力而行就可以了，不要自己给自己去上纲上线，满足父母的一些所谓的要求。我相信我奶奶泉下有知，也不希望她这样的辛苦。我觉得我爸妈对我的影响，我觉得第一个是善良吧，他们真的比我要善良很多，可能我更多的是自我，我是有一定善良，但我觉得他们比我更善良。举个例子是，他们2个对我们家的猫，我觉得特别好，我可能也做不到。比如说猫吐了，或者是其实它可能只是吐毛，或者吃粮吃多了吃撑了吐掉了，他们可能说，哎呀，它怎么回事啊？是不是这个原因啊？是不是那个原因啊？就会回溯它是不是中午这个出去玩了，舔了外面的什么东西啊，然后导致他可能不舒服啊什么的。我就想吐了就吐了呗，收拾了就好了，他一会儿喝点水就好了呀。这种无论是人呢，或者是动物呀，或者其他的这些事情的关心呢，他们应该是做得很好的。我就会觉得有事情是什么样就是什么样呗，这种东西会影响我，会更愿意去关注一些事情。我觉得他们是比我更善良，这是一个。第二个是开朗吧，我们家东北人嘛，可能开朗的性格越来越觉得他是
一个人能够幸福快乐的基础。人可能很冷静很理智，他确实对于事情的判断更准确，但是我觉得准确不是人生最重要的。但我觉得开朗和乐观在去面对一些事情的时候，也会觉得是不是可以试一试，这个东西会不会更好玩，人会活得更有意思吧。去做一些事情的时候也会更加的轻松愉快，因为创造的这些过程都是更应该在轻松的状态下。我曾经一度认为这种简单的快乐的开朗的是不是肤浅的，接触了一些比较深刻冷静理智的人，我会觉得那样人也挺好，我也做不到，那我不如选自己喜欢的更轻松愉快的朝着未来跑一跑，尝试一下也挺好。我觉得这是一个吧。第三个我觉得就是和人的交往。我们家的3个人在大面上都属于所谓的艺人，就是这种社交型，我们都很喜欢和人群待着，尤其我们都是酒桌达人，爸爸妈妈特别在这种场面下是很会去调节这个气氛，以及会去带动大家一起怎么能够把这个现场做的大家很愉快，包括这个敬酒啊，所以我在特别小的时候就很会祝哪个爷爷呀奶奶呀，然后叔叔阿姨呀，甚至是带着弟弟妹妹我们一起来敬酒吧，这种我在很小的时候就非常擅长这个事情，也很喜欢。与人的这个交往我觉得也是人生很快乐的一个源泉吧。自己的这个状态当然也可以很快乐且完全可控，但是你和人的这种交往的过程是你不可知的，你是要通过大家的碰撞和共同维护这种状态才会有的，很多时候的那种快乐是不期而至的。所以我觉得人生更有意思吧，这是我从我的父母这儿学到的几个我觉得很有意义的一个优点吧。好的，果然人是没有无缘无故长成的，是吗？从小就会社交。所以为什么我上回提原生家庭这个，因为我当时就是觉得你为什么长成了现在的你，就真的是跟父母的很多的影响，很多的习惯，然后很多的性格是分不开的。我们说脱离原生家庭，不是真的说你们两个没有关系，你的身上已经被深深的有了烙印在了，只是说当我们反过来剥离来去看我们在原生家庭跟父母的关系，我为什么是现在的我，这就是当时我萌生的这种问题。我爸妈对我的影响比较大的事情有这么几个。第一个就是刷牙，从没有记事情开始，我爸妈就会开始给我刷牙，我也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到现在，我都是至少早晚刷牙的习惯。我早上不刷牙我是没有办法吃东西的，晚上不刷牙的次数应该到目前为止不超过10次吧。带来2个好处，第一个就是物理性的，就是我现在的牙齿还是非常好，这个对比身边有很多那个牙痛啊，然后长什么虫牙这种，就发现哇，牙齿没有问题，那真的是太幸福的一个事情了。这2年我就会明确的跟我爸和我妈去表达这个事情，我是跟他们说，你们从小就给我刷牙，并且让我养成了刷牙这样的一个习惯。对于我来说，第一，我不用去经历这种疼痛，牙疼不是病，疼起来真要命，我说我没有这种感受。对比我身边的人有这种感受之后，这个我的幸福感又上升了一层。第二个，因为牙齿一般治疗或者你做什么调整都很费钱，你们让我养成了这样一个好的习惯和保养，我在这个方面基本上没花钱。我有一些朋友他们花可能10万10几万来去治疗牙齿，我说你看你这就是给我省了10几万块钱，这个是很好的一个基础。遇到一些问题的时候，我就会去想，我刷牙这个习惯从小到大我都能养成了。我很有克制力的是，比如说到了晚上刷完牙有特别好吃的东西，绝大部分的时候我都是可以拒绝掉的，会让我有坚持能够做好某一个习惯的这种能力，我能克制一些诱惑，这都是刷牙这个习惯给我带来对我自己的这样的一个认识和判断。第二个习惯是选择善良，不是仅有善良，而是选择善良。我们村里呢有一个智力发育不全，他父母过世了之后就自己一个人生活嘛，过年的时候他会去卖他自己剪的还是画的门神，我妈每回都买，而且会多买几张。我妈平时是花钱还是比较谨慎的一个人，她每年都会买，比如说她有什么吃的什么的也会给人家送，当然她不会说
说刻意去跑去送哦，比如说人家到了你附近了或者遇见了，我妈都会给这样子。我妈就会说这个人比较可怜，你能帮什么就帮什么，不用刻意的说要去做什么样。我会觉得他知道世界上有什么样的东西，但是他也会选择可以对待这个世界更善良一点。这其实也影响我对于很多事情的判断，比如说是工作和生活里面，你也能看见很多人做一些比如说职场上背后说人坏话啊等等这样的事情，但是我会选择做一个正直善良的人。比如说我会知道某一个人他有不好的点，但是他身上肯定有闪光的点，那我可以选择去夸奖他闪光的点，而尽可能的去规避可能我看来不太好的那个点，甚至有可能是角度的问题，我看这个角度是不好，但是另外一些人可能看就是一个好，所以我会更选择这个部分不是我该说的，或者说不是我想去说的，而选择我更想去表扬或者夸奖的这个层面。选择善良就是我自己要去做这样的事情的一个价值观吧。对，这我觉得我爸妈会给我带来一些就是日常的选择在只是跟他们生活的时间会相对短一点，好吧？那我们今天的内容就是这个样子。